大家好，我是坤侯。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12长生并蒂的一个详解。那12长生和五行的旺衰，它是有一些差别的。五行的旺衰呢，通常代表你真正的能力，还有运势，还有一些客观的一个事实。而12长生的旺衰呢，它通常代表的是一些外在的机遇呀。还有你自己的心理状态你的心理状态是好的还是差的，你这个看12长生。那并蒂呢，它的解释呢，第一个就是软弱无力，就是你碰见并蒂的时候你就做什么都不带劲儿就会有这种感觉。第二点呢，就是内心排斥，就哪怕它对你是有利的，但是你发自内心会比较排斥这种东西，感觉特别不爽。而第三点呢，就是发挥会失常，因为心态不稳嘛。你发挥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是丁火日元卯是我的并蒂，那么我在2023年的时候整年过下来就过得不是特别的痛快，但其实我是一个身弱的丁火，那身弱丁火见印的话，其实是走好运的。那以事实客观现实来论调呢，的确整个2023年还是比较平稳的，事业得到一个平稳的发挥，我的频道也在2023年呢能够快速的发展起来。但是整年我感觉就特别不痛快心里不高兴总是犹犹豫豫的就会想很多的这种事情内心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这个就是12长生并蒂所给我带来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来了解几个案例，让大家深入的学习这个并蒂对命主的一个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人他是丙寅、辛卯、丁卯和丙午。那我们可以看见月日两柱它都是卯木它都是并蒂。那我们在评价在分析这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发展潜力还有财富等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行综合的去分析。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人是身强的但是又没有从强，对吧？太强了，那太强的话，这个印其实不为用，那相当于这个卯木在五行旺衰上面来讲，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然后呢，他自己又是属于这种又是属于并蒂。那其实这个人在28岁之前就是很衰的非常衰的这个运程。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呢，甚至连吃个早餐的钱都没有，长期不吃早餐，太穷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后面走了一个好的大运配合他对这种并蒂的这种适应力慢慢也就适应了。再加上他毕竟还是有将星和桃花的。之前我讲神煞的时候，我有讲过这个桃花还有将星，其实对一个人能力的增强和人际关系的沟通其实很强的。那么他从在一些卖家具的店打工到存了一笔小小的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然后带领了一个品牌，然后开始做家具，靠着他的这种将星的领导的能力、操办的能力，再加上这个桃花，对吧？和客户之间的这种沟通能力，就一点一滴的就做起来，差不多花了5年多，就已经身价上千万了不知道翻了多少倍。所以说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案例下一个案例呢，是一个事业不顺的网友来找到我，就说他事业非常的不顺，就想问一下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其实分析方法有很多种，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就可以从这个今天的主题并蒂上面来分析。它是甲木日元嘛？那甲木日元的话，我们分析到它的年柱是不是就是属于一个并蒂？那么当年柱处于并蒂的时候，是不是就代表他在工作岗位上面的时候就是一种无精打采的，内心很排斥不能好好的干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不对？下面神煞感觉还是挺好的，但是因为他在并蒂，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能够非常良好的发挥，能够做得好再加上年干上面又是伤官，你说像这种情况他工作能好吗？
那肯定是好不了的呀。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除了通过日元看四柱的这个病地来看这一宫的情况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制作。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这个案例啊，就是壬申、戊申、己未和己巳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其实并不好的，并没有多少朋友。但是我们又可以看见他的五行强，对吧？月柱这个申金是为用的，更何况下面又是有些非常吉祥的神煞天乙贵人和金鱼星，它都汇合在一起了，但这个人却没有什么朋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月干就代表着这个人在人际交往当中的一种思想，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思想首先是劫财，当然了，你劫财放在这个地方，并不代表这个人就不会交朋友，不懂交朋友。但是呢，你看这个戊在申，是不是下面是制作病地啊？也就是说己在申它是沐浴之地，但是呢这个戊在申它是病地，就代表着其实日元在月柱为沐浴之地，其实是一个人际关系上面很享受的，对吧？很慵懒的一种状态，说谈不上排斥。但是当他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的时候，发挥作用的时候，其实它不是日元发挥作用，它还是靠月干总体来发挥作用的。而月干这个戊土，它在申，它就是病地所以说它对这个人际关系的搭建、人际关系的维护和利用这个方面，天然的就存在很大的一个缺陷，导致它完全没办法把这个东西利用得好。所以说哪怕它为用，又建了很多这种吉神的情况下，它还是没有办法把人际关系给搭建好，这就是制作病地的原因。所以当我们以后看12长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日元的12长生在四柱的表现，还有每一柱天干在这一柱制作12长生的表现综合的来评判，加入到你的整个分析体系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更多之前看不到的细节。好，希望今天的课程呢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